当社恐徐奶爸遇见社牛闺女福宝，福猪猪的超高人气直接给他整不会了。今天有小孩子往福宝外场扔枯树叶，徐奶爸听说后立马出来给闺女讨公道。然而看到围墙边围了一圈又一圈的游客，原本还正常走路的老徐立马社恐了。只见他小手老老实实放在身侧，浑身僵硬的一小步一小步慢慢挪。不得不说，社恐气息简直要溢出屏幕，感觉要不是福猪猪的安全最为重要，徐奶爸都想闭着眼睛检查外场了。最令老徐心塞的并非福宝的人气，而是闺女无时无刻都想把他挂网上。这天徐奶爸给小福送来了降温冰块，还贴心的把胡萝卜笋放上去冰镇。福宝边吃边趴在门口看奶爸打扫卫生，看他圆滚滚的背影就知道国内伙食有多好。随后福猪猪又专注的啃起了笋，但或许是这天胃口好，一大堆笋没吃够，他直接啪叽一下跪倒在地翻找笋皮吃。简单的动作却令徐奶爸大为惊恐，我把你放心上，你却把我挂网上。要不是猫粉们都知道他为人老实本分，恐怕徐奶爸又得被挂到网上晒几天。要知道老徐虽然社恐，但却很有原则。当看到游客把小孩子抱到围墙上坐着，如果不小心掉入熊猫外场，就有可能会受伤。徐奶爸不顾对方责骂，苦口婆心的劝告，并且不是自己的功劳，他绝不会冒用。当粉丝感谢徐奶爸给福宝做冰块玩时，他大大方方表示是单位集体安排的，完全不会借机去刷自己的好感度。有这样一位踏踏实实工作的饲养员，难怪福宝如今越来越活泼自在了。当徐奶爸送来放了苹果的冰块丰容后，福猪猪四仰八叉的躺在地方抱着玩，小爪子一下一下抠里面的苹果吃。福宝用事实证明最好不要侧躺睡，不然法令纹真的很明显。但像福宝这种皮套松的也是个例外，毕竟就算他躺平，皮套也能当枕头垫。虽然福猪猪喜欢拿捏徐奶爸，但对对方更多的是依赖和信任。当老徐休假回来打扫熊舍卫生时，福宝一直蹲守在门口往里面盯着看，生怕对方趁自己不注意又消失了。而徐奶爸也会化身福猪猪的战歌，掏出手机偷偷记录闺女炫饭的背影。当福宝独自一熊乖乖出门营业时，放心不下的老徐就透过小卖部窗口认真观察福猪猪的状态，生怕这妮子疯起来又要打滚玩。可见徐福记组合的感情是双向奔赴，希望一人一熊能相处更久一点。福猪猪往后余生一定要开开心心。原来熊猫圈也有见不得光的友情，眼前这对很有边界感的小熊就是半斤八两组合吉福和春雨。白天两熊腼腆拘束，假装不认识，甚至爬同一棵树也要离彼此远远的。可一到晚上，两熊就彻底不装了，打着手电筒疯狂贴贴排排做炫饭，吃饱喝足后就勾肩搭背看星星，像极了那不被准许的办公室恋情。以前觉得两熊是最尴尬的合租室友，许多姨姨担心他们身心健康，还曾要求换室友。可没曾想，如今再看小丑，竟是我自己。就是说奥斯卡都欠两熊一座小金人。虽然半斤八两的真实关系已经曝光，但两熊白天相处时还是小心翼翼，努力装出一副我俩不熟的模样。半斤每次都要叼着竹子爬到树上去吃，吃完再下来拿了再重新爬上去，甚至为了离小巴远点还特地绕个大圈。好不容易两熊靠在一起吃笋，可谁料小巴刚挪过去跟好姐妹贴贴，就被半斤搅句哎还没下班呢。就是说莫名有种看熟人演戏的无力感。或许是知道彼此的关系已经暴露，如今半斤八两已经能光明正大贴贴了。只见小巴表面是去拿半斤旁边的竹笋，实则是想跟对方来个亲密贴贴，而半斤也没再拒绝，而是顺势靠在他肩上。温馨有爱的画面简直萌化姨姨的心，并且两熊吃饭也主打一个互补。小巴喜欢迪拜式吃笋，只吃笋尖尖，而胃口好的半斤则主打小巴严选，对方丢弃的笋屁屁拿过来咔咔选。只能说这哪里是喜欢小巴严选，分明是半斤压根就没得选。感觉小巴的爹也是个挑食宝宝，有时看到半斤专捡笋屁屁吃，小巴满脸茫然的试图阻止对方。干嘛你？不是老妹儿，咱这笋村多也不能浪费呀。我吃你的了吗？管那么多。照你这吃法，不知道还以为咱家有矿呢。而为了阻止小巴这种浪费行为，如今半斤吃饭速度都变快了许多。小巴一根笋还没剥完，他就吃完了2根，把一向乖巧的乔小巴都给整护食了。于是小家伙800个心眼就动起来了。眼看地上只剩2根，小巴先下手为强，跑过去嘴里叼1根，手里再拿1根。见状，半斤却不慌不忙地吃着手里的，毕竟拿到手不算，能吃到肚子里才是本事。紧接着两熊就开始了笋争夺之战，最终半斤顺利抢到了笋尖，吃完了不要紧，再去小巴那里翻。动作熟练的就跟逛自家后花园一样，只能说这哪里是不熟的合租室友，分明是关系要好还很合拍的死党。原来飞云能成为金刚芭比，全都是妙音金虎惹的祸。都知道前几天飞云过生日时，奶爸送了她可爱的暴力熊玩偶，萌妹喜欢到睡觉都要抱在怀里。然而妙音来到飞云场地营业后，这妮子竟直接把暴力熊劫持回熊舍，3下2除2就将胳膊给拆了下来。好家伙，这是真不怕萌妹羞羞的铁拳啊！或许是生怕飞云找妙音报仇，
奶妈赶紧把玩偶胳膊缝了回去，但瞒天过海的招式骗不了萌妹。飞云抱着暴力熊满眼心疼，还试图把玩偶胳膊给他安回去，委屈巴巴的模样令一们心疼。其实不仅是暴力熊的胳膊被撑坏，萌妹经常抱在怀里爱惜的熊猫玩偶，到了妙音手里直接3连摔，最后叼着玩偶在木架上疯狂转。对此飞云表示下班别走门口等你，只能说萌妹能变成不好惹的金刚芭比，妙音和金虎都要负50%的责任。毕竟飞云睡觉都要抱着的小白象玩偶，则是惨遭了大胡子的毒手。眼看自己最爱的阿贝被沾满男熊味，飞云气得在通道内连睡4天躲胡子，睡醒后也要把竹子拿到通道内吃，生怕一不留神就让胡子钻了空子。毕竟当初金虎就是趁飞云不注意，趴在栅栏边上偷了他2根笋笋吃，并且还趁萌妹不在偷偷溜进他家里，光明正大的撒了2泡尿才满意离开。飞云明天弄死你，金虎啊！只能说如果一个邻居作妖就够烦熊了，那2个邻居同时整活则最为致命。这边金虎拿着竹筒整活叮铃哐啷的，另一边妙音疯狂搓盆严重扰民，搞得飞云连睡个午觉都睡不安生。难怪家族里脾气最好的萌妹，如今就连眼神都是满满的杀气。这天妙音闲来无事玩起了饭来，那声音跟过年放的鞭炮有的一拼，把正在睡美容觉的飞云吵醒了。满腔怒火的他当即摆出战斗姿态，四处张望搜寻罪魁祸首。妙音感受到背后惊人的杀气，心虚的他紧紧抱着怀里的饭盆，还被滚到脚边的玩具球吓得一激灵。我把盆藏起来就不是我干的，只能说金刚芭比的强大气场不是一般小熊能承受的。就算金虎屡次大胆撩拨飞云，甚至面前还有安全的玻璃墙阻挡，可当看到对方杀气腾腾的眼神后，还是会吓得落荒而逃。并且当听到隔壁萌妹的叫声后，什么都没做的金虎也会下意识害怕，担惊受怕的模样又可怜又好笑。果然亏心事做多了真的会莫名心虚。看到杨奶爸细心照顾患血管瘤的蔓越莓，才明白父子俩的感情有多让人动容。前段时间蔓越莓因不小心挠破血管，导致出血不止，杨奶爸得知此事立马赶来照顾熊孩子。由于蔓越莓活泼好动，喜欢抠脚，导致伤口反复开裂结痂难以痊愈。担心的杨奶爸就一直守在他身旁，每当蔓越莓蠢蠢欲动，就会立马阻止。可见杨奶爸是真心疼爱蔓越莓，甚至当有人提及他的名字后，一向严肃的杨奶爸会立马喜笑颜开。杨奶爸从蔓越莓4个月大就开始照顾她，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外，还时常陪她玩耍，甚至陪蔓越莓的时间比自己的小孩还长。当活泼好动的小家伙到木架上玩耍，结果一不小心失误掉进了篮筐里，善解雄毅的杨奶爸贴心的过去陪他玩，尴尬的小家伙很快就忘记了刚才的不愉快。有时调皮的蔓越莓抢来杨奶爸的拖鞋玩，奶爸哭笑不得，只能光着脚跟他斗智斗勇，自己惯的熊孩子哭着也要继续宠。不仅如此，蔓越莓还非常喜欢抱奶爸大腿。尽管杨奶爸四处躲藏，还是被小家伙得逞了。于是他得寸进尺，要求对方把自己背回去。尽管此刻的蔓越莓已经很重了，但杨奶爸还是宠溺地蹲下身背起她，就像人类父子一样幸福有爱。长时间的陪伴令蔓越莓越来越黏奶爸，而杨奶爸对熊孩子的感情也越发深厚。出差回来的他因为许久没有见到蔓越莓，来不及休息就赶紧跑着去见熊孩子。正趴在木架上睡觉的蔓越莓听到杨奶爸声音后，立马起身确认，并嘤嘤叫表达喜悦和对奶爸的思念。一人一熊相依偎的画面格外温馨。因为蔓越莓吃东西非常急躁，杨奶爸就把胡萝卜切成条再给他，没曾想这小子直接一口咬住5根，像熊猫烧香一样攥在手里吃着。有次蔓越莓吃东西不小心噎到了，一旁的杨奶爸意识不妙，赶紧给他拍背，发现情况严重，立刻用海姆立克急救法。由于蔓越莓实在太大只，杨奶爸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，累到满头大汗，才终于帮他转危为安。而蔓越莓被一番折腾后也没有生气，只因他知道杨奶爸永远不会伤害自己。终于明白为何总有人说熊猫界有一种爱叫做杨奶爸和蔓越莓，希望所有熊猫都能遇到自己的杨奶爸，幸福快乐地度过熊生每一天。